天机长老，您此次如此匆忙出关，所谓何事？老夫出关是奉本门老祖宗之命，7日后仙门大会，老夫将亲手将执事大印授予老祖宗之夫云城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不容有失。尔等速去准备，传令72封，7日内我要清虚门上下无一差错。是。把他抬进去，命人煎3碗止血汤，再加1味玄参。是。哎呀，这济世谷可真是救苦救难的地方啊！我听说谷主慕容姑娘也是个凡人，去建立这地方专门收容咱们凡人，行医传道。这么好的女子，也不知嫁人了没？嘿，慕容姑娘早就成家了，还有一对白白胖胖的儿女呢。您啊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我等奉天机长老之名，提前出山巡查凡间。哼，尔等凡人速速回避！回避？我们是来看病的，我爹还等着抓药呢，凭啥要我们回避？本门老祖宗将要筹备大事，天机长老待会儿将亲自来凡间巡查。你们这些凡人待在这儿，会污了天机长老的仙体。识相的，滚远点！天机长老，那可是清虚门的长老啊，修真界3元老之一，咱们这些凡人哪敢跟人家叫板啊？可我家奶奶还等着看病呢，她高烧不退，昏迷3天了。神爷，我求求你们，让我进去抓药吧！不让！哼，这就是下场。你们是天机长老门下弟子？哟，没想到你这凡人也听过我们长老的大名，知道怕了吧？不想变得跟那老东西一样，赶紧滚！你也知道你是仙门弟子，清虚门祖训第1条，代天巡狩，庇护苍生。你们今日是在庇护谁？这样欺压百姓，还是仙门弟子该做的吗？祖训，你一个凡人也配提？就你这种凡品，还敢对我们这些修者指手画脚上了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？清虚门第3祖训，凡恃强凌者，废修为，逐出师门。第5祖训，反毁凡间成过，杀无辜百姓者，斩！你个贱妇，再敢多说一句，我连你一起杀了！这就是仙门弟子的做派，欺压百姓，滥杀无辜，口口声声贱妇。楚天机就是这么教你们的。你敢直呼长老名讳，你找死！我不用法术，一巴掌就能把你拍成肉泥！打得好，慕容姑娘替天行道，给咱们撑腰了。仙门弟子就能欺负百姓，该打狠狠打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。这一掌是叫你清醒清醒，明白仙门弟子的责任是什么。何人敢伤我清虚门弟子？慕白师兄，听见本门弟子遇险，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，现在一看，不过一个凡夫俗子。我们弟子居然被一个凡人欺辱，真是丢脸！师兄，我刚才是让着他。贱妇，这可是天机长老座下弟子，你今日死定了！好啦，我清虚门弟子从不伤凡人。如今仙门大会在即，凡间需要仔细巡查，烦请你们配合。你的师弟毁我济世谷，伤我病人，这叫从不伤人？凡人而已，伤了就伤了，哪有我们仙者命贵？拿去，别再闹事。众生平等，凡人的命就只值1袋零食。你们这样的人简直不配修仙！贱妇，你敢对我大师兄动手？既然好言相劝无用，那我也不多说了，把城烧了吧。是，巡卫队听令，把这座破城烧成灰烬。我领旨，炎龙啸，焚天烈焰！我们都要死了！烧城，这就是仙门弟子对苍生的庇护。既然你执迷不悟至此，我就让楚天机来教训你们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看着有点像仙门的最高市警令？难不成他真能叫长老来？我们既然冒充我们信号，今日我非烧毁这座城不可！这是老祖宗的生死令，
3万年来，老祖宗从未用过这道令，是谁胆敢对老祖宗下手？大家别慌，城内有守护屏障，都站到我身后。长老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奸夫冒用仙门信号，其罪当诛，请长老做主。长老，混账东西，都给我闭嘴！弟子楚天机拜见老祖宗。天道无情，众生皆拜。老祖宗，是弟子有眼不识泰山，求老祖宗饶命！老祖宗，弟子知罪。楚天机，我清虚门祖训，庇护苍生，这数十名弟子，你犯了3条祖训，该怎么做？你明白？弟子明白。莫白等弟子犯我门祖训，按律当众斩杀。弟子在此恳求老祖宗重返仙门。我暂时不回去。云城马上就要升任执事，这阵子我得陪着他。我吩咐你的事已经办好了。老祖宗放心，7日后仙门大会，我定会亲自将执事之印交给他。另外，我的身份不要告诉云城，我怕他心里有负担。是。白雀，你是老夫的亲传弟子，老祖宗对此事格外重视，老夫命你亲自为云城送执事任命诏。是。我和云城相识，就是因为这个桂花糕。3万年前，我一手创立了修真界第1仙门，从此高坐莲台。但我深知凡间百姓疾苦，在仙门一切安稳后，我将仙门交给本门长老打理，下山隐藏身份，在凡间建立济世谷，造福百姓。我以为我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直到我遇见了云城。姑娘，这是我身上常备的桂花糕，你别嫌弃。后来，我与云城成了亲，生了一双儿女。云城上进，立志要成为修真界大能。为了不让他自卑，我隐藏了身份，只说自己是凡人。他天资极高，只是缺少机缘和资源，我便用济世谷赚来的钱换成丹中托人送给他。我想看着他一步步变强，站在万人之上。如今云城终于苦尽甘来，马上就要升任执事，我得买一些回去和他庆祝庆祝。老板，我要1盒。好嘞，您拿好，趁热吃最香。听说了吗？云公子成仙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娶妻，说是不想让娇妻苦等，真是好男儿啊！这云公子不光有修炼天赋，还这么痴情，真恨我没早点遇见他。7年前，我嫁给云城，那时他一无所有，便承诺我功成就之后一定给我世间最盛大的婚礼。他真的没有食言。不过阿成举办这么大的婚礼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一定是想给我惊喜。感谢诸位来宾来参加云某的婚礼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云某要在此感谢一个人。如果没有他，没有我云城的今日，是他一直帮助我修炼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妻子端木雪，端木小姐。原来是端木小姐啊！端木小姐可是华静峰峰主之女，那是正儿八经的高门贵女，跟云公子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。恭喜云公子，恭喜端木小姐。云城，你给我个解释。你不是都看见了吗？姐姐，过去多谢你照顾云城哥哥了，从今往后就是我照顾他了。云城，你要娶她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等你功成名就之时娶我的吗？要给我十里红妆的吗？慕容清河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哥如今已是修真界半步大能，身份尊贵，你这种下贱的凡人，有什么脸让我哥娶你？只有像端木姐姐这样的，才配得上我哥。姐姐，你这样的凡妇，能伴云城哥哥7年还不知足。听我一句劝，你就别缠着云城哥哥了，放过你自己，也放过他。
云城，你也这么认为？是，我以登仙阶，你一介凡妇只会拖累我。雪儿才是我仙途上最好的助力。今日诸位在场，也都给我做个见证，我要休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休妻，你还不懂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云家现在飞黄腾达了，我配不上你了。是，现在修真界哪个大能的妻子不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？像你这种只会点医术的凡人，只会给我丢脸，毁我仙途，所以我要休了你。我这个只会点医术的凡人，云城，你别忘了，这7年来是我养着你们云家，你能有今天也是我在阴谷赚钱给你换丹药秘籍。当年你要拜菩提门长老为师，是我在山前跪了7天7夜换来的。你经脉尽断，是我冒着生命危险去天山采雪莲，才让你恢复。现在你功成名就，就要抛妻弃子，你可想过是谁帮你走到今天的？够了！是，你是为我付出了，不过那都是过去式。你现在说这些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颗丹药价值1万两石，拿着它，我们两清。我们的感情只值这一颗丹药。这可是清虚门天机长老所炼，一颗够你吃一辈子。若不是我给你，下辈子、下下辈子都得不到一颗。慕容清河，你可别贪得无厌。慕容清河，要怪就怪你要钱没钱，要地位没地位，哪像端木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7日后仙门大会，天机长老将要亲自把执事之位交给我哥，这一切都是端木姐姐的功劳。他给你的执事之位是我给的。慕容清河，你为了挽留我不惜撒这种谎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很好骗吗？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也配和雪儿相提并论。他给的。云城，你也不想想，端木雪区区一个华境峰峰主之女，能有这么大本事，让区区门长老亲自给你执事之业？姐姐，区区一个华境峰之女，你可能不知道华境峰峰主之女意味着什么。我就勉为其难告诉你吧，七虚门乃修真界第一贤，除老祖宗3位长老之外，72峰峰主各自掌管门中大事，门中的人员任命都是由我爹掌管的。整个清虚门连3位长老都要让我爹3分，更别说你这种凡人了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端木雪，我告诉你，今日就算是你爹来了，也得给我跪下磕头道歉。云城，你打我！这7年来你从未打过我。现在为了他你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！你诋毁仙者，我这是教你规矩。好，云城，今日起你我两清。不过不是你休我，是我慕容清河不要你了。姐姐这就走了，未免太不懂规矩了。你还没给我和云城哥哥送礼呢。送礼？姐姐，你来参加我和云城的婚礼，当然要送礼了。何况你和云城哥哥相伴7年，更是要拿出诚意来。送礼？我的礼你要得起吗？慕容清河，你一介凡妇有什么要不起？你这一身加起来都没有端木姐姐一只鞋柜吧？行了，慕容清河，你别在这里装大尾巴狼了。你什么样我还不清楚吗？浑身上下除了你那破草药还有什么？还是说你为了挽留我不惜撒这种谎？姐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情况，我也不为难你。这样，你给我磕几个头道喜，就算送礼了。让我给你磕头，你也配？雪儿，雪儿，你怎么样？雪儿！云城哥哥，我的眼睛，我一只眼睛看不见了。慕容清河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雪儿出生之时就接受了天地沐浴，她的眼睛是至纯至善之物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是他先招惹的我。云城哥哥，是雪儿不好，不该向姐姐索要贺礼。可是雪儿瞎了以后怎么办啊？雪儿，你放心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都会治好你的眼睛。那云城哥哥，不如用姐姐的眼睛换我的眼睛吧。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用你的眼睛换雪儿的眼睛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云城哥哥，我要你亲手把她的眼睛取给我，好不好？云城，你要亲手取我的眼睛？曾经你说你最喜欢我的眼睛，忘了？云城哥哥，你不愿意吗？
取我的眼睛！是你满口谎言，为了挽回我说执事之位是你给的，然后又以下犯上，这是替天行道！这是替天行道！爹爹不要！爹爹求你不要取娘的眼睛，娘她行医为生，如果没有了眼睛，她会饿死的。爹爹，看在你和娘在一起7年的份上，你就放了她吧。朵儿，灵儿，张不许！你快叫你的侍女停手！有什么冲我来，别对孩子下手！这2个小孩子敢冲撞云城哥哥以下犯上，我是帮云城哥哥替天行道。云城哥哥，你说是吗？来人，云朵、云灵以下犯上，用仙门规矩处置。朵儿，灵儿，别怕，娘来救你们！姐姐，我劝你别轻举妄动，这可是我父亲传授的禁术，若是有人强行破阵，阵内的孩子马上就会被撕碎。撕碎？云城，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亲骨肉，这种低贱的凡人血脉，不配为我的孩子。云城哥哥说的对，以后我们的孩子将拥有整个修真界最尊贵的血统。你们究竟要怎样才能放过他们？放过？可以啊，姐姐，你自己把眼睛取下来给我做，就放了这2个小孩。七须门弟子听令，着我前往天雍城云府，为云城送执善任命书。娘，不要，别管我们了，你走吧，快走啊！端木姨姨，爹爹，求求你们放过娘吧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打扰你们了，我给你们磕头保证。真是好孩子，你们的孝心姨姨知道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用你们的命换你娘的眼睛，好不好？不要！全速下坠！姐姐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自己取眼睛给我；第二，用你孩子的命换。慕容清河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今日你搅乱了我和雪儿的婚礼，又想做什么？赶紧把眼睛取了送上我，别逼我动手。好，我取。云城眼睛给你，今日起我俩恩断义绝。弟子白雀奉天机长老之命，率领3000弟子恭迎尊驾。弟子来迟，怀请恕罪。这人谁呀？来头好大！他们是在跪拜慕容姑娘？难道慕容姑娘还有其他身份？你来迟了。弟子来迟，还请恕罪。这群人如此欺辱你，要不要属下将这群以下犯上的人当场捉拿？你先让他们把朵儿、灵儿放下来。我劝你马上把小少爷、小小姐放下来，否则我不会手软。娘，朵儿、灵儿不怕，娘在这儿。难道清河真的有什么身份不成？云城哥哥，我知道了，姐姐指不准是被哪个大人物包养了。这些人是他手底下的人吧？大胆！你敢这么污蔑慕容姑娘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奉慕容姑娘之命来给云城云公子送执事任命书的。送执事任命书，我听说是有一位大人物要来送这东西，难道是他？慕容姑娘之前说执事之位是他给的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你是奉他的命来给我云城哥哥送执事任命书的？姐姐，
你为了挽回云城哥哥心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竟找个人来陪你演戏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跟我无关。云城，我本想将这执事之位给你，如今看来，你根本不配。难道他之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？清河，我……云城哥哥，你还真信他呀？这执事之位是我帮你争取来的，我听我爹亲口说过，任命书是由天机长老座下的亲传弟子亲自送上门来。这小白脸，怕不是姐姐从哪里请来的戏子吧？慕容清河，要不是雪儿提醒我，差点被你骗了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人来就能糊弄我？云城，我怎么解释你都不信。端木雪一句句话你就奉若神明，我真是看错了你。姐姐，你真当我和云城哥哥那么好骗？我师兄凌渊可是天机长老座下正儿八经的弟子，我现在就让他过来，好好辨认一番，再替云城哥哥教训教训你。没想到我只是来参加一个婚宴，还能见到天机长老座下弟子，真是何德何能啊！慕容姑娘撒这种谎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等天机长老座下弟子到了，有他好受的。端木雪，你真的以为你叫你师兄过来是给我教训？怎么，姐姐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？等我凌渊师兄到了，我要你到时候哭着跪下求饶。清河，我劝你乖乖束手就擒，免得待会儿凌渊师兄怪罪下来，我可保不了你。你放肆！敢这么跟我主子说话？和你们争论简直是无意义。白雀，我们走吧。想走没门儿！来人，给我拦住他们！就凭你们也拦得住我？姐姐，你也许还不知道这些侍卫是什么来头吧？这些侍卫可是我爹留给我的精卫，都是清虚门内经过层层筛选、千锤百炼的顶级护卫，个个都是极品灵根金丹修为。对付你和你旁边的小白脸，一根手指头就能让你们灰飞烟灭。你们谁敢动他？别怕，端木雪，你要是敢动我，你今日绝对走不出这个门。我今天偏就要动你，怎么了？给我上！白雀，我没事。住手！我们规矩你们都忘了吗？不可随意使用法力伤人。慕容清河，这就是你说的亲传弟子，连我的精卫一击都扛不住。我看你找演员来，也要找像样一点的吧。端木雪，你别太过分。清河，你要怪就怪你自己要打肿脸充胖子。如果你现在磕头认错，待会儿我还可以帮你在凌渊师兄面前说一些好话。磕头认错没门儿。行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，动手！住手！慕容清河，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小白脸死掉的话，就赶紧给我磕头认错。不要，主子，你走，别管我了。好，我做。不要，主子，你走啊！师兄，你可算来了。凌渊师兄，
久仰大名，在下云城，7日后即将上任仙门大会执事。师妹，你大老远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师兄，这个贱妇她找了个小白脸，冒充天机长老座下弟子，假传任命书，得按仙门规矩处置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我定要严惩！啊！大师兄！大师兄，这小白脸真的是天机长老座下弟子啊！原来慕容姑娘说的都是真的。他是林渊师兄的大师兄，那就是天机长老座下的亲传弟子。这是我大师兄白雀，天机长老座下亲传大弟子，你竟然敢对他动手！白雀，天机长老座下亲传大弟子，难道清河真的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？大师兄，师弟不知您在此，来迟了。这些人对您不敬，师弟定当禀明长老，严惩不贷。这位是？你只需要知道，这位是你必须尊敬的人物，你要怎么对长老的，就怎么对他。是。行了，走吧。清河，你究竟瞒了我什么？云城哥哥，你不会真信他了吧？他一个凡人，怎么可能认识天机长老的弟子？我看他八成是被谁包养了，不然人家堂堂长老亲传弟子，凭什么替他出头？包养？云城哥哥，你仔细想想，他一个凡妇，凭什么能拿出那么多银子给你买丹药、买秘籍？那些银子，说不定就是那个白雀给他的。我还以为姐姐多有骨气呢，原来也不过是个靠男人上位的货色。云城哥哥，我眼睛好不舒服，你先带我回去看看嘛。好。慕容清河，你以为你攀上了高枝，就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做梦！娘，这是哪里？好漂亮啊！娘，你会不会也不要我和朵儿了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听话，一定乖。朵儿、灵儿，别怕，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家？好漂亮的家！娘，你是从哪里找的漂亮的家？娘，你是不是用什么换了这个家？娘，都是我太弱小了。你放心，我长大了一定不让别人欺负你。朵儿、灵儿，你们放心，这是娘自己的家。娘呢，以前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今日起，就我们3个一起住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啦，你们第一次到这里，去逛逛吧。老祖宗，今日云城和端木雪如此欺辱你，他不配得这仙门执事之位，弟子斗胆请命，让弟子带人将他执事之位废除。不必，7日后就是仙门大会，到时候我要亲自去会会他们。老祖宗的意思是？我要当着72峰峰主，当着所有仙门弟子的面，让他们知道，他们看不起的凡人到底是什么人。弟子明白了，7日后，弟子陪老祖宗一同前往。云城，7日后，我会让你亲眼看着，你亲手抛弃的妻子到底是谁。老祖宗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是上官爵大人在此设下的结界。7年前您离开清虚门，前往凡间体察疾苦，上官爵大人便一直守护在仙宫外，从未离开半步。这结界，他每隔3日便会重新加固一次，7年来从未间断。师弟，
你看这72峰，绵延万里，气势磅礴。你说，若是有一日，这天地间的苍生都能不再受苦，那该多好！师姐心怀天下，师弟佩服。就会说好听的。觉儿，等门中稳定，我想下山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。师姐要去哪里？我要去看那些百姓。仙门高高在上太久了，久到有些人已经忘了修仙的初心是什么。若我日后下山，这清虚门就交给你和几位长老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管理清虚门。还有，无论你去哪里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我都会守护你。3万年了，他一直都记着，从未食言。老祖宗，上官桀大人他还在青鸾峰上。你告诉他，我回来了，以后不必再守了。这7年让他守护仙门，是我欠他的。以后他想做什么，想去哪里，我都不会拦着。是。云城哥哥，妹妹，你们来了。说今天有大人物来，哥，若是能得到大人物的青睐，那你以后仙途不可限量啊！知道了，看来我云城以后大有前途。行了，我先进去了。韵韵，我可真羡慕你，你哥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仙门执事，可真是前途不可限量。真后悔我没有早点遇见你哥，不然呀，我高低要做你嫂子。那是，等我哥今天得了大人物的青睐，以后必定坐上长老之位。贵客来了。怎么是你？怎么看见我，你很惊讶？韵韵，你竟然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，什么时候也介绍我认识认识？你哥如今已是仙门执事，云家的人脉那是今非昔比，这个大腿我可要抱紧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。什么大人物？这就是我哥的弃妇，之前纠缠我哥的凡人，肯定是对我哥念念不忘，又追到这里来了。原来是他呀，一个粗鄙的凡人也配来参加仙门大会？这身行头值不少钱吧？韵韵，这凡妇这么快就拿着你哥的钱挥霍了？就是，我劝你赶紧把云家的钱还回来。还回来？他们云家这些年还是靠我资助的，凭什么要我还？就凭你不守妇道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背着我哥出去乱搞，就不配拿我哥的钱。你，云云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。这7年我扪心自问，对你哥一心一意，从未做过对不起你哥的事。我呸！你要是恪守妇道，云城哥哥怎么会休了你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拿了云家的钱，还出去包养男人，这个小白脸就是你花钱买来的吧？没错，这些年你在我云家住着，吃穿用度都是我云家的。我哥现在可是仙门执事，你若不还钱，我让你在整个修真界活不下去。你们云家的那些东西，我根本不屑一顾。再说了，你们云家有哪些东西是我的？哎呦喂，你还真是会说大话！像你这样品行低劣的凡人，谁知道会不会拿我们云家的东西？就是，听说那些凡人最喜欢偷鸡摸狗，做些见不得光的事。韵韵，你赶紧搜搜他身上，看看有没有偷你家东西。你倒是提醒我。不要！这是我师父生前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师父？你一个凡妇的师父，给我哥提鞋都不配！小清河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了。日后若师父不在了，就让这个宫灵陪着你吧。怎样？那是我师父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你还是人吗？砸了如何？你一介凡妇的东西值几个钱？白雀，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，杖责100。是。放开我！我哥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的。云城，下一个到你。云城哥哥，要不是你的帮助，
我的眼睛不会那么快修复。云公子年纪轻轻就成了仙门执事，可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云公子，以后若是飞黄腾达了，可别忘了我们啊！哪里哪里，诸位过奖了。那两位是？那两位，这位是天泉门的毕波长老，修为已至大成；这位是修真界新秀，刚晋升为浮屠门掌门的红尘长老。浮屠门主修医术，整个修真界的药材都从他这儿取。云城，见过二位长老。云公子，你不必客气。这次仙门大会最重要的就是任命云公子为执事。云公子，此等殊荣，除云公子之外，在修真界再无第二人啊！我还听闻云公子得到了华境峰峰主家千金的青睐，云公子，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啊！诸位，听闻这次仙门大会，不止天机长老要来，更有一位大人物将至。大人物？听说是常德仙宫那位。莫不是老祖宗？听闻老祖宗已经多年未出世，云公子，恭喜恭喜啊！二位长老客气了。诸位，失陪一下。慕容清河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给我回去！姐姐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要脸，为了纠缠云城哥哥，竟然追到这里来。但是这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待的地方，我劝你尽早回去吧。这就是云公子的那个凡人前妻。云公子，他一定是尾随你到这里来的。云公子都把你给休了，你还这么缠着云公子，真是不知羞耻。清河，你别再纠缠不清了，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你更廉价。纠缠？就你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也配入我眼？你不好了，公子，云小姐她被人抓走了。什么？谁干的？是您之前休掉的弃妇。云小姐撞见她背着你和别的男人厮混，没想到她竟然把云小姐抓走了。这弃妇居然如此嚣张，竟敢抓清虚门执事的妹妹，真是乡野村妇，不懂规矩。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。慕容清河，你居然敢抓我妹妹，谁给你的胆儿？是他先摔坏师父给我的宫铃在先，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。够了！慕容清河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因为我休了你怀恨在心，借机报复我妹妹。云城，事到如今，你没想过是自己的问题吗？我？哈哈哈！我乃天机长老亲自封的仙门执事，论修为德行都在你之上。粗鄙凡妇，我劝你赶紧去给我妹妹赔罪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该赔罪的是他。姐姐，今日仙门大会名留云集，云城哥哥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才让你去赔罪，你可别得寸进尺。清河，我知道你对我休了你这件事心有不甘，但事情已成定局，无法挽回。我劝你识相点，不然待会儿天机长老大驾光临，我可保不了你。名留云集，那你可要问问他们，没有我，他们敢开这大会吗？这凡夫也太嚣张了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。难怪云公子要休他，瞧瞧这跋扈的模样，谁娶了她倒8辈子霉。你说没有你，我们不敢开大会，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说话？清河，这可是碧波长老，修为已至华境，轻轻抬脚就可以碾死你这只蚂蚁。我劝你别不识好歹，赶紧给碧波长老赔罪。赔罪？今日我就把话放这儿，就算楚天机来了，也得给我跪下。你好，你这凡妇竟敢大放厥词，那我就替楚长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他竟然轻轻就把碧波长老推倒了，这凡人什么来头？你一介凡妇，怎么会有如此身手？凡妇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今日你们要等的大人物。
慕容清河，你发癔症了吧？你是老祖宗，那我还是玉皇大帝呢。你什么样我还不知道，一个凡人医女。你要是真有什么大身份，我与你相伴7年，会不知道？姐姐，你以为你编这种谎话，云城哥哥就会回到你身边吗？别做梦了。满口谎言的凡人，你知道你说这句话会有什么后果？这凡父怕是疯了吧？老祖宗也是他能冒充的。待会儿大人物来了，看他还怎么嘴硬。说不定人家真的有什么来头呢。哼，一个被休弃的凡人医女，能有什么来头？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你们很快就会知道。大人，白雪送来了这个。他回来了。是。听说老祖宗在凡间的丈夫休了他。什么？竟敢欺辱我师姐！是时候出山了。众弟子听令，随我去迎接老祖宗。哟，还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姐姐，你这演的真像那么回事。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吧？你一介凡人，连修为都没有，还敢说自己是老祖宗？我知道你放不下云公子，但也不至于撒这种弥天大谎。你赶紧道歉，待会儿老祖宗来了，我还可以为你说说好话。我说我是老祖宗，你们不信。那好，那个宝座，你们说只有老祖宗能坐，对吗？当然，那是老祖宗的法座，普天之下只有老祖宗一人能坐，凡人坐上去必遭反噬。那如果我能坐上去呢？如此靓丽。你要是能坐上去，老夫当场给你磕100个响头。姐姐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既然你这么想当老祖宗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姐姐，这一巴掌是教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序。你一个凡人冒充老祖宗，亵渎老祖宗的法座，该当何罪？端木雪，这一巴掌我记下了。你还敢记下？慕容清河，你亵渎老祖宗，罪不可恕。要我看，断其手足都不为过，对着老祖宗的宝座跪下道歉。就是，像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贱妇，断其手足都是便宜他了。对，就在老祖宗的宝座面前断其手足，必须得让他点教训看看。断其手足，断其手足。断我手足，你们配吗？你一介凡人，我们有什么受不起的？就算你给我们擦屁股，也不为过。慕容清河，你亵渎老祖宗，早已罪无可恕。现在断你手足已经是大发慈悲了，我劝你别执迷不悟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他一个凡人，怎么有如此身手？难道他真有什么身份不成？我看，八成是修了什么邪术。拿下！慕容清河，这就是你得罪老祖宗的下场。姐姐，认命吧，你一个凡人，斗不过我的。端木雪，你想清楚了，到时候出了什么事，你可受不起。事到如今还在嘴硬，还等什么？动手！住手！白雀，这可是天机长老的亲传弟子。主子，你的眼睛不碍事。白雀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。
端木小姐，你们竟敢这么对我家主子，赶紧道歉，不然你们端木家将顷刻覆灭。我们端木家与天机长老素来交好，就你们也配？哼，那又如何？我动动手指也能让你们端木家覆灭。你，白雀，让楚天机在一炷香之内来见我。仙门大会，速来！秦虚门众弟子听令，随我去仙门大会。师姐，等着我。白雀，你是天机长老的亲传弟子，我等自然敬你3分。但你若任由这个凡妇搅乱仙门大会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云城哥哥，你快让姐姐离开，再这么下去，这仙门大会就要被他给破坏了。清河，就算你有白雀撑腰又如何？你得罪了天机长老，也是死路一条。我劝你还是赶紧认错，别让事情到覆水难收的地步。覆水难收又如何？你就这么在意你这个执事之位？你一介凡妇，不知道这个位置对我有多重要，是我花了多少努力才得来的。你这么下去，不仅会毁了我的仙途，届时我连你也保不住。重要，重要到你可以抛弃我们7年的感情，我不需要你在这里虚情假意的提醒。至于我的命，我今日就在这儿，看谁敢动。你这凡妇，那个位置岂是你能坐的？你这凡妇，竟敢坐老祖宗的位置，赶紧给我下来！我做不做的，岂是你们决定的？等天机长老到了，一定将你定罪。我说过，他来了也得对我下跪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，所以费尽心思毁掉云城哥哥的升迁宴。不过呀，我要是你这种没钱没地位，又与其他男人有染的凡妇，我早就吊死了。还好雪儿聪明，识破了你的诡计，不然我的仙途将会毁于一旦。你不过就是因为我休了你，心存不满，想要报复我吗？报复？你这样的人不配。够了！我没想到你心思如此坏，你以为有了白雀就可以护你周全吗？你无权无势，一介凡妇，在这里无路可走，死路一条。我云城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休了你。云城，你就这么笃定吗？是，今日我们一别两宽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替天行道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吊起来，施以鞭刑。云城，你敢？你一个下贱的凡人，我们有什么不敢的？动手！老祖宗，弟子马上就到。白雀，这鞭子可是我父亲的禁术——噬骨断脉鞭，只要一鞭就让人疼痛难忍。慕容清河，你现在跪下来求饶，本小姐心情好了，兴许赏你一个痛快。白雀，你撑住，我现在就给你疗伤。慕容清河，我之前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听的。慕容清河，要怪就怪你自己不知天高地厚，跑到仙门大会上来撒野。这一鞭送你上路。我看你们是反了天了，竟敢对我仙门老祖宗动手！什么？你真的是老祖宗？不可能！什么？他是老祖宗？他说的都是真的？不可能！云城，以下犯上，敢这么对我们老祖宗，
我今天就要按照规矩处置你。云城，现在你总该信了吧？云城哥哥，这一定是他做的假象。天机长老，你是来给云城哥哥送执事大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天机长主是来给我送执事大印的。天机长老，切勿被这个女子所蒙蔽，光是她冒充老祖宗，以下犯上，就足以将她打入天牢。够了，该严惩的是你们。今日诸位依旧不信我是仙门老祖宗，在你们心中，我一介凡妇，怎么能与你们站在一起？云城，我说的对吗？慕容清河，你本来就是低人一等的下贱凡妇，现在又冒充老祖宗，本来就是死路一条。那就看看是谁断了谁的路。楚天机，把执事大印给我。这执事大印在你们眼中贵重无比，可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怎么回事？这清虚门的执事大印说摔碎就摔碎了，而且天机长老居然对他如此恭敬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他摔碎这执事大印，天机长老竟然没有一句异议，难道他真的是老祖宗？楚天机，你作为清虚门长老之一，有庇护苍生、督察仙者之权。可我来这仙门大会，却发现所谓的仙者如此狗仗人势，你该当何罪？教训的是，我一定好好督察仙者。你们二位身为修真界大能，不给众仙者做好表率，却拜高踩低，欺辱凡人。按修真界规矩，废除修为，逐出仙门。不要，老祖宗！不可能，慕容清河就是一个凡人。天机长老为何会对他毕恭毕敬？你别被这个贱妇给蒙蔽了，他根本不是老祖宗。爹，你一定要为女儿做主啊！孽女，知道你得罪的是谁吗？爹，得罪谁？我可是华清风风主之女，身份尊贵。她不过一个下贱的凡妇，我得罪谁了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愚蠢无知的女儿？老祖宗，弟子知错了，都是弟子教导无方，小女罪无可恕，任凭老祖宗发落。弟子在此与端木雪断绝关系，从今日后，端木雪与我端木家毫无瓜葛。爹，你说什么？你要为了这么个人和我断绝关系？够了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执迷不悟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难道想让我们端木家都给你陪葬吗？什么？不可能！爹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老祖宗，端木雪任凭您发落，按门规处置。是，端木雪，你品德败坏，心思不纯，不配为仙。今天我就废你修为，逐出仙门。爹，你听我解释。爹，不要！老祖宗，云城该如何处置？慕容清河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故意隐瞒，就是想看我的笑话。我故意隐瞒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可是你何时信过？云城，你任由你妹妹对我女儿百般羞辱的时候，你早就该想过下场。任由她羞辱你？我修炼那么辛苦，哪里管得过来这些事？你就不能体谅我一下？云城，忙不是理，说到底，你根本没把我当妻子。大丈夫应以事业为重，我就算没照顾到你又如何？你何必这么小肚鸡肠？是云城，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？需要我一遍一遍的给你复述吗？当初是我起早贪黑，在济世谷里给病人看病赚钱，换取修炼秘籍和丹药给你，所以你才有的今天。没想到云公子是这样修炼的，那他还要休掉慕容姑娘，真是负心汉啊！这样的白眼狼，真是死不足惜。是又如何？我修炼成功是我自己有本事，还有这执事之位，都是靠我自己争取的。云城，你能有今天，全是因为我。你的执事之位，
也是我让楚天机给你的。什么？只是这位是慕容姑娘给的？这云城也太不是东西了，靠老婆上位还要休妻。负心汉，白眼狼！啊！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我云城靠的是自己，是我自己优秀，你们懂什么？是我天赋异禀，是我勤奋刻苦，你们都是嫉妒我。够了！拜高踩低、趋炎附势的东西，若不是老祖宗，你能有今日，恐怕一辈子都只是个凡人。老祖宗，要不要按照门规处置他，废他修为？不必了，云城，你是忘恩负义、薄情寡义之人，可我不是。云城，以后你好自为之。什么？清河，我错了，以前都是我不对。这样，我重新娶你进门好不好？我给你10里红妆，8抬大轿。错了，云城，你是怕自己的执事之位溜走了？不是的。云城，你若再纠缠，我不会对你再客气。不许走！别碰他。师姐，我来迟了。没想到7年不见，他竟出落得愈发俊俏，这腰也……师姐，阿珏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收到了师姐的剑穗，我担心师姐有危险，就赶过来了。那是上官爵大人，常德仙宫的守护者。听说上官爵大人1万年前早已飞升，乃是清虚门掌门人，修真界数1数2的人物。难怪他一掌就能把云城打成那样。你呀，怎么和以前还是一样？师姐受了欺负，我怎能坐视不管？还有，我为师姐准备了大礼，庆祝师姐回来。这都是给师姐准备的礼物，恭喜师姐回来。师姐，看着他，心情会不会好一点？谢谢。师姐，我带你回去吧。至于这个人，看在你是师姐前夫的份上，我只好请你滚出去了。师姐，干净了，我们走吧。老祖宗，是我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你，还请您宽恕。我们都是受歹人蛊惑。受歹人蛊惑，你们拜高踩低、趋炎附势，是品行出了问题。楚天机，按照门规处置。是。慕容清河，我今天差点就被你骗了，还真以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。原来是因为傍上大人物，后的全七虚门的人都陪你作假。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刚跟我分开就找上了别人。我承认你过去是为我付出了许多，但是你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恶心。是。慕容清河，你给他们暖床一时获得了权力，等他们腻了，你就会将其弃之如敝柳。是不是以为上了他们的床，就和他们是一种人了？我劝你把嘴放干净点。还有你还真是不挑啊！慕容清衡都被我睡烂了，还给我生了2个孩子，这种破鞋你也要？哼！你敢这么侮辱我师姐！我要你死！云城，你这是气急败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是你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我们走。慕容清河，我一定会靠自己重回巅峰，到时候我要你跪在我面前求饶。阿兄，你说娘亲怎么去了这么久呀？妹妹，娘亲说了，她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。
你别担心，我们就在这里等。朵儿、灵儿，今天怎么样呀？娘，你不在家，我想死你了。那灵儿呢？我也想娘。这就是师姐的孩子，和师姐小时候一样可爱。娘，这是谁呀？这是娘的师弟，你们的师叔上官爵，以后就叫他上官师叔。上官师叔，好帅呀！哼。云朵、云灵，第一次见面，你们好。这是师叔给你们的见面礼，你们两个孩子天资非凡，日后师叔教你们练剑。谢谢师叔，我很喜欢。师叔，我也喜欢。好啦，去玩吧。其实，我不只想做你们师叔。师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去看看云儿和灵儿。等等，师姐，阿珏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你。师姐，只要你有危险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赶到你身边。师姐，云城不是值得托付之人，但我会永远守护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阿珏，你的心意我知道了，可眼下我无心思考这些。好，师姐，哪怕是1000年、10000年、1亿年，我都会在原地等着你。哪怕你不选择我，我也会在远处默默守护你。师姐，我的话你别放在心上，你别因为我的话为难。主子，这些礼物都放这儿了。这是九转还魂草，这种草药生在极寒之地，我找了3年都没找到。阿珏，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找这个？有了这一株草药，很多百姓都会少受病痛的折磨。师姐，只要你喜欢就好。原来他一直都在暗处默默守护我。好了，师姐，高兴一些。对了，师姐，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。7年前你遭受雷劫，所以才下凡养精虚位，顺便建立记事谷。你走后，我总觉得有些蹊跷，便暗中调查，我发现是有人在暗中设计。那你查到幕后之人了吗？对方藏得很深，但能那么清楚师姐喜好和弱点的，只有可能是清虚门中之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引蛇出洞。5日后，我将大摆宴席宣告我重新掌权，届时他一定会露出马脚。长老，老祖宗5日后将会在72峰大摆宴席昭告天下，他将重新掌权。这么多年了，他终于肯回来。我听说他在凡间隐藏身份7年，与一个凡人生儿育女，结果成了弃妇，真是好笑。长老，那您现在是要？自然是去参加。他当年遭我暗算，肯定不是我的对手。届时我就在宴席上将他一举歼灭。从此以后，这清虚门的老祖宗就是我了。长老英明。师姐，你要对付幕后之人。当年你遭重创，身体可恢复好了？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？不必。我当年虽遭重创，但我这几年来一直勤于修炼，修为不仅恢复，还比以前更强。如今，我只会更期待与幕后之人的正面相交。
阿珏，还请你和天机长老对外发布我要重新掌权，消息散播的越大越好。是，师姐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云家那位天才的执事之位没了，听说是得罪了大人物呢。哼，所以要想成仙，还是得品德过关，不然自己都不知道哪一日前途就毁了。哥，那慕容清河虽然傍上了上官大人，但没多久他就会被嫌弃的。哎呦，我的腰还疼着。慕容清河，你给我妹妹打成这样，你给我等着！诸位，清虚门的老祖宗将在72封大摆宴席，昭告天下，他将重新掌权，无论身份贵贱，皆可以参加。老祖宗就是那位修真界头号人物，一手创立清虚门的老祖宗。天哪，我可以去目睹一下他的尊容了，我也要去。清虚门的老祖宗可是修真界头号人物，我若是攀上他，慕容清河和上官珏都得给我跪下。这位老前辈，在下云城，斗胆想见一见老祖宗，可否替我引荐一下？带他来见我。云公子，请随我来。不愧是老祖宗住的地方，真是气派。我只是随便一提，没想到老祖宗真的愿意见我。慕容清河，你说我靠你什么也不是，我偏就要证明给你看，我云城可是别人抢着要。云公子已经到了，进去吧。好，多谢前辈。弟子云城，拜见老祖宗。云公子，本座听说过你。老祖宗听说过弟子，是弟子的荣幸。老祖宗，其实在下有一句话想说。哦，什么？其实弟子仰慕老祖宗已久，早就听闻老祖宗心怀天下，救助百姓，弟子倾慕不已。如果有机会，在下希望能伴老祖宗左右，这是弟子的心意。云城，你还真是哪里有权势就往哪里钻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彻底看清。好啊，云公子，那就5日后见吧。多谢老祖宗，老祖宗这是给我机会了。我云城就是这么有魅力。慕容清河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当初羞辱我是多么错误的决定。我云城马上将成为修真界大能。哥，这场面也太大了，老祖宗牌面真大。说起来，哥你给我的仙丹实在是神药，我的腰很快就不痛了。等我在回归宴上得了老祖宗的欢心，日后你想要多少丹药就有多少，以后要什么有什么。今日就是我云城再次腾飞的日子。慕容清河，你又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为何不能来？云城，这次宴席明确说了，整个修真界上下不论出身，不论高低贵贱，皆能参与。怎么，这话你这么快就忘了？是谁都可以参加，但是像你这种水性杨花、肮脏的女人就不配来参加。闭嘴！云城，我不配参加。不过，你很快就会知道我是来做什么的了。阿珏，我们走。为什么我觉得刚刚清河有点陌生，陌生又有点熟悉？行了，哥，你别多想了。你和那贱人朝夕相对7年，怎么可能不熟悉？行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我们进去吧。老祖宗已经隐世多年，今日忽然要重新掌权，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啊？老祖宗心系苍生，此举必有深意，你我只管听着便是。老祖宗让我来参加这宴席，一定是看中了我。待会儿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参见老祖宗。弟子云城拜见老祖宗，老祖宗万福金安。起来吧。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云城，我就是清虚门的老祖宗。不可能！你要真是老祖宗，为什么要装成凡人嫁给我哥？老祖宗有这么闲？我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质疑老祖宗的身份的，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这位的的确确就是我们修真界第一人，清虚门的创始人。不，我不信！云城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执迷不悟吗？你们一唱一和的，
就是为了骗我。我5日前才见过老祖宗，还送了他玉佩，你拿得出来吗？信了吗？你真的是老祖宗？不然呢？清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之前都是被蒙蔽了双眼，都是他指使的我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闭嘴！清河，你看我教训了他，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？云城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要。我当初隐藏身份在你身边，只为不让你自卑。我明明打算在你升任仙门执事之后再告诉你真实身份，谁知道你竟嫌弃我的出身，将我和孩子抛弃。云城，你被权力蒙蔽，拜高踩低，从未想过这些年我对你的付出。这些年我将所有的钱都拿去给你买丹药换秘籍，你可曾念过这些旧情？造成今日这一切的都是你自己。不，清河，我都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的疼爱你和孩子。云城，你真的知道错了吗？你是怕了，怕自己的功名流走，仙途尽毁。清河，你看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不必了，今日我在此宣布，云城因品德败坏，拜高踩低，经废除修为，从此以后永不得修仙。清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清河，看在我们7年夫妻的感情上，你放过我。你还有脸提我们7年感情？我当初恳求你的时候，你可念及过我们的7年感情？云城，你当初那么做的时候，就早该想到今日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废除修为，永世不能修仙。清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清河，你这么对我，那朵儿、灵儿怎么办？他们不能没有父亲。父亲？云城，你配吗？当初端木雪要云儿、灵儿的命时，你说凡人血脉不配为你的孩子。现在你知道自己是他们的父亲。我那时候是被端木雪所蒙蔽。清河，你要理解我。蒙蔽？云城，我最看不起你的就是这点。做了就是做了，你现在不敢承认，把过错归咎于他人身上，我真是看错你。带走！住手！师妹，好久不见，你在我的地盘上动人，是不是得该问问我的意见？是你，我做事为什么要过问你？因为我才是清虚门的老祖宗。什么意思？有2个老祖宗？不，难道他是假冒的？没错，他就是假冒的。本座一心闭关修炼，不问世事，谁知道有人冒用本座的名号，在外面随意欺压百姓。本座今日就是来讨说法的。好啊，慕容清河，你心机可真是深呐！你为了报复我，居然和这些人联合起来蒙骗我，还说自己是什么清虚门老祖宗。老祖宗，还请您赶紧处置这个贱妇。云城，你还真是会见风使舵。你说你是老祖宗，有什么证据呢？云公子，当初你给的是不是这个？是，就是这个。慕容清河，你这个贱妇敢冒充老祖宗！慕容清河，你我同门一场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你乖乖跪下道歉，这事我就算了。等等，轩辕武，当初你我3人都在无极长老门下拜师学艺，你处处不如我师姐，你便一直怀恨在心，如今找到机会，便如此对付我师姐，我说的对吗？是又如何？当年师父偏心，将所有的功法都交给了慕容清河，却不交给我。但好在我天资聪颖，勤奋修炼，很快就成为了清虚门老祖宗之位。倒是你，慕容清河，你仗着师父的宠爱便欺辱我，如今更是冒领我的位置，你该当何罪？轩辕武，你还真是会颠倒黑白。当初师父不将功法交给你，就是因为品德败坏，修习歪门邪道，如今反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你给本座闭嘴！你敢这么亵渎本座？来人，给本座把他拿下！我看谁敢！上官爵，本座劝你让开，否则待会儿伤了你这张俊脸，本座可是会心疼的。别碰我！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碰你，
当初在师傅门下，我屡次向你示好，你都视而不见，满心满眼都是慕容清河。可你越喜欢他，我就越要毁掉，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适合你的女人。给我上！谁杀了慕容清河，我就赏谁做清虚门的下任长老。师姐别怕，我会护着你。阿珏，没事，他们奈不了我们。慕容清河，7年前你历经雷劫，修为早已大不如前，而我在这几年修为突飞猛进，你觉得你是我的对手？你大可试试。师姐小心！阿珏，记住我们之前商量的。上官珏，你执意要护着慕容清河，就休怪我无情。各位，老夫以清虚门长老的身份担保，慕容清河就是老祖宗。楚天机，你说他是就是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老祖宗是天道化身，可以召唤天道，这个没人能假冒。这有何难？你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谁才是真正的老祖宗？吴轩辕武，恭请天道降临。他真的召唤出天道了？难道他真的是真正的老祖宗？慕容清河，现在老祖宗召唤出天道，你一个凡妇就别逞强了。你现在赶紧给老祖宗道歉，不然待会儿你将死无全尸。就这，怎样？这下能证明我是真正的老祖宗了吧？慕容清河，你假冒老祖宗，罪不可恕。今日我就要替天行道。这是天道的化身。恭迎天道！轩辕武，你冒充天道，该当何罪？不可能！你当初明明受了重伤，怎么可能还有这么大的法力？轩辕武，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能伤到本尊？废你修为，逐出仙门，念你曾是清虚门长老，留你一条命。滚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清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原谅我。云城，刚才你是怎么说的？这会儿又知道错了，你真是变脸比翻书快。清河，我这次是真的错了，我千不该万不该休去你，也不该那样对孩子，更不该听信了别人的鬼话。我向你保证，这一次无论别人说什么，我都不会信了。我心里只有你。够了，云城，从你当初要休掉我起，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，按规矩处置。我累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现在可以过得那么好，而我就要一无所有？慕容清河，既然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你好过。师姐小心！阿珏，阿珏，师姐，阿珏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剑？你是大成期的修为，那一剑根本伤不了你，你明明可以躲开，为什么不躲？慕容清河，我这云长剑一剑毙命，这伤口就算玉皇大帝来了也没法做化。阿珏，你撑住！师姐，别哭。师姐，看着他，心情会不会好一点？7年前您离开清虚门，前往凡间体察疾苦，上官珏大人便一直守护在仙宫外，从未离开半步。这结界，他每隔3日便会重新加固一次，7年来从未间断。但我会永远守护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不要，阿珏，你醒醒！阿珏，上次你说的是我答应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你醒过来，你醒过来啊！阿珏，自从你受伤后，已经昏迷了整整3个月。我已找过医师，他说你伤势过重，很难醒过来。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剑？
你是大成期的修为，那一剑根本伤不了你。你明明可以躲开，为什么不躲？绝叔叔，你醒醒好不好？朵儿给你画了一幅画，你还没看呢。绝叔叔，你说过要教我剑法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。阿绝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即便你醒不过来，我也会守着你一辈子。绝叔叔，你快醒醒吧，娘哭了好几天了，眼睛都哭肿了，朵儿心疼。绝叔叔，你要是再不醒过来，我就不理你了。阿绝，有一句话我还没有告诉你，你之前跟我说的是，我答应了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。娘，绝叔叔的手，他的手动了。阿绝，师姐，朵儿，灵儿，阿绝，你终于醒了。绝叔叔，你终于醒了，朵儿好怕你醒不过来。绝叔叔，你说过要教我剑法的，你还没教呢。别动，你胸口有伤，那一剑贯穿心脉，差点。师姐，别哭，我没事。绝叔叔，你昏迷了整整3个月，我们都好担心你。这3个月，娘都一直守在你的床边，寸步不离。师姐，一直守着我。师姐，为什么一直守着我？你明知故问。师姐，你肯答应我了？嗯。师姐，我会好好守护你的，我发誓，我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云城没给你的，我给你。恭喜恭喜，上官大人，老祖宗看上了你，以后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！是，上官大人，若你对老祖宗有半点不好，我楚天机第一个不同意。他是我守护了3万年的人，我好不容易才得到，怎么会辜负他？师姐，久等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师弟了。师姐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娘说愿意。绝叔叔，我娘等了你3万年，你要是敢辜负她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师姐，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。傻子，可以吗？你醒了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只是太兴奋了，很早就醒了。世界好看，我没忍住，就多看了会儿。就知道嘴贫。这什么时辰了？早着呢，我们昨日刚成婚。你再多睡会儿，不急着出门。行，我都听你的。娘，我们来给你们请安啦！朵儿、灵儿，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早？娘说过，新婚第2天要早起给长辈请安的。给娘请安，给绝叔叔请安。好了好了，请安收到了，你们先去吃早饭，娘一会儿就起来。娘，你的脸好红呀，比昨日的喜烛还红。小孩子不许乱看，快出去快出去！娘，绝叔叔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绝叔叔，你可要好好照顾我娘哦。小子，是不是该改口了？哎，行了你们快去吧。哥哥，娘为什么脸红呀？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就想知道嘛。都怪你。怪我什么？
怪你太好看。那以后我要更好看些，让世界天天脸红。师姐，你真美。一大早的就嘴甜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若有半点欺瞒，师姐大可罚我。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师姐，别偷看。什么东西这么神秘？到了吗？快了，再走2步。这是师父留给我的。我知道你珍视师父给你的功灵。那日被云云摔碎，你虽然什么都没说，但我看见你蹲在地上，一片一片的捡碎片，指头都被割破了。你捡了好久好久，每一片碎片都装进了帕子里，叠得方方正正。我拼了好几个月，我手笨，师父之前说过我编蚂蚱都编不好，所以碎了好几次，又重来，还好最后拼成了。你看，喜不喜欢？嗯。别哭了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人摔碎你心爱的东西。阿珏，谢谢你。师姐，你我之间不必说谢。我还有个惊喜给你，师父他老人家之前留给你的。师父离世前把它交给我，叮嘱我等合适的时机亲手交给师姐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机。清河，师父，清河，师父走得早，很多事情没有叮嘱你。我知道你心怀大义，努力上进，是个好孩子，日后一定有出息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徒儿没能见您最后一面。傻孩子，师父走的时候，你在凡间救治百姓，师父很欣慰。师父唯一担心的就是往后没有人照顾你。不过，师父认为你一定会遇见那个守护你的人的。师姐，往后余生，我守护你。清河，你一定要幸福。
河，别不要我，清河。哥，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你能不能去跟嫂子说一声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让她原谅我们啊？原谅。对了，清河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听外面的人说，嫂子和上官爵成婚了。什么？她嫁给了上官爵？不对，上官爵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那一剑明明刺穿了他的胸口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哥，上官爵是被你刺了一剑，性命垂危。可我听说嫂子一直守在他身边，照顾了他整整3个月，他就醒了。什么？守在他身边，照顾他整整3个月？清河，你何曾这么对过我？哥，嫂子她曾经也是这么对你的。清河，你这么好，我怎么就把你弄丢了呢？清河，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。清河，你还在？
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。哥，你真作孽！你和嫂子这么多年感情，她肯定不会不要你的。或许你去求求情，就有转机了呢。求情？现在我怎么去求情？我已经被逐出仙门，什么也不是了。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执事之位没了，修为没了，尊严没了，他也没了。白雀，是你，是不是清河想通了？他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让你来找我。云城，你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你当初怎么对我们老祖宗的？你忘了？我来，是奉命收回当初老祖宗给你添置的东西。动手！不要，白雀，你告诉清河我错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要是把家里搬空了，你让我以后吃什么？算。动手。是。求求你们别办了，你们要我们怎么活呀？云城，这些都是老祖宗当年给你的，如今你背叛了他，这些东西你不配拥有。从此以后，老祖宗与你两清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他老人家面前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清河，清河，我错了。
弟子楚天机见过老祖宗，上官大人。楚天机，你来，所为何事？老祖宗，再过1个月就是仙门大会了，您看看有什么需要安排的事儿？这一次仙门大会，我想邀请所有的凡人来。是，弟子定不辱命。楚天机，你去将师父留下的上古神兽的元神找出来，我要给凡人们进行一次赐福。师姐，这一次我陪着你一起。这个简直是小魔术。拿着吧，刚出笼的，还热乎。清河，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？哥，这件事是不是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？难道我们就要这样过一辈子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云城，是吗？我可以帮助你重回巅峰。你可以帮我？你是谁？我是轩辕武，想必那日在回归宴上，我们已经见过。
你是慕容清河的师姐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上次在回归宴上，我被慕容清河废掉修为，肉身枯萎损坏。后来我拼尽全力，才留下了这一缕神识。1个月后就是仙门大会，我需要你在仙门大会将我的神识注入上古神器中，这样我就可以借助神力重塑肉身，恢复修为。事成之后，这清虚门门主之位就是你的了。我答应你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我早就替你想好了，跟我来。属下圣级，参见轩辕长老。这是清虚门的圣级峰峰主宇文长老，他可以帮助你们俩改头换面，打入仙门大会内部。这次仙门大会，慕容清河将会展示一样上古神器。届时，你只需要将我的神识放入上古神器中，我就可以重塑肉身，恢复修为。是，在下不负轩辕长老所托。师姐，这是路边新开的花，你看，你喜不喜欢？好看，多大的人了，还这样？就算是10000年，我也会这么待师姐。师姐，你在分拣草药，这些日子你也累了。再过1个月就是仙门大会了，你可得好好休息，别太费心神。
虽然再过1个月就是仙门大会了，但是祭祀谷的事情我也不能落下。修仙固然重要，但还有许多人啊，他们的志向不在修仙，只想行医救人，造福大家。我能做的就是传授医术给他们，让他们一代传一代，造福天下之人。好，师姐，我帮你。师姐，怎么了？要不要紧？没事。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。师姐，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你好好休息。再说了，就算外面发生了什么，也一切有我呢。阿珏，云城怎么样了？云城自从上次回归宴被逐出去之后，就了无音讯了。我派人去打听过，也没有得到他的下落。是吗？再也没有下落了。这时，我总觉得有些奇怪了。师姐别担心，这事我一直看着呢，保证那小子不敢出来造次。阿珏，有你真好。娘，娘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灵儿也好看。娘，1个月后的仙门大会，我要和你一起去。我也要。好，那你们可得好好练练规矩，仙门大会上可不能给娘丢脸。放心，我都记下了。朵儿也很乖的。
这就是仙门大会啊！可真是神仙如云，我还是第一次来这儿呢。看看那在天上飞着的神鹿，可真是漂亮。什么时候我也能坐上啊？听说这次仙门大会，清虚门的老祖宗可是要亲自向我们凡人赐福呢。这位老祖宗可真是个大善人。以前咱们凡人哪敢踏进仙门一步？那些仙者看见我们都绕着走，嫌我们脏，嫌我们低贱。可不是嘛！我家囡囡生病，想去仙山求药，被人一脚踹了出来。如今老祖宗开恩，我们也能堂堂正正的走进来了。清河，好久不见，我又回来了。那是谁？好美啊！那就是请清虚门的老祖宗慕容清河。哇，我这一趟真是值了，居然能看见清虚门的老祖宗。诸位，今日我在此举办仙门大会，只为一件事，给天下凡人赐福。经过今日的赐福，我将告诉天下所有人，无论出身贵贱，众生平等。老祖宗，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苍天有眼，苍天有眼啊！这是上古神器，里面封存着上古新武神兽。凡是受到神兽赐福的凡人，此后一生顺累。今日我将打开此物，以宣示众生平等，不再是空话，而以后凡人修仙与仙者平等。上古神器，浮屠缘，终于等到了。这，难道我们凡人的春天来了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用自卑了，再也不用被人瞧不起了。
吾以清虚门创始人之名，以上古神器伏蒲元为证，在此立誓，从今往后，天下众生无论仙凡，皆平等。凡有意修仙者，皆可入我清虚门；凡有心学医者，皆可入济世谷。若有人恃强凌弱，欺压凡人，不必亲手诛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发生什么了？我不会今天会死在这儿吧？有人捣乱，护住老祖宗！哼哼，师妹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？你怎么会？那就要问他了。云城，离他远点。哼，不错，是我慕容清河，没想到我还能卷土重来。慕容清河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做鬼，也要狠狠地缠着你。慕容清河，事到如今，你就别再挣扎了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放我一马，师妹，我现在已经吞噬了上古神兽的神识，普天之下已经无人是我的对手。就算你是天道化身，又能如何？还不是打不过我，是吗？仙门大会，那就试试看了。
慕容清河，怎么样？现在你还得意得起来吗？云城，你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？哼，赶尽杀绝，慕容清河，我没这么狠心。狠心的是你！你把我逐出仙门，还搬空我家，你根本没有给我留过活路。活路？云城，当初我求你放过朵儿灵儿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给我活路？云城，清河对你已经仁至义尽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心狠。你这样的人，简直不配为人。呵呵，那又如何？如今你们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，慕容清河，如果你现在求我，我还可以留你一条活路。求你，不可能！慕容清河，你还真是一块硬骨头。好，你可别怪我心狠，我现在就来收了你！轩辕武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什么意思？那是什么？你来了。不可能！你明明已经……不可能！怎么会？这个神器只有这么一个！你们的伎俩，我早就识破了。师姐，怎么了？阿珏，这几日我总觉得心慌，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。师姐，你这么说，是已经有所准备了？这里面装着上古神兽的元神，是要在仙门大会上给凡人赐福所用的。我担心有人趁这次仙门大会动手脚。师姐的意思是，有人想对神兽下手？所以我们先换一个，这只是仿品，真的神兽元神我已经藏在了别处。好，师姐，我绝不负你所托。怎么可能？如果那兽元是假的，我怎么能重塑肉身？虽然是假的，但我也往里面倾注了神力，不然怎么做到以假乱真呢？
轩辕武，现在决战才真正开始。不，我不信，慕容清河，我不信我会输！差点忘了还有你。你身为72峰圣级峰峰主，不好好为苍生造福，反而勾结轩辕武，按照清虚门规矩，当即处死。清河，清河，清河，我错了，我都是鬼迷心窍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鬼迷心窍，云城，我给你多少次机会，可你呢？你是怎么做的？这一路来，我念你是朵儿灵儿的父亲，没有动你。可是你呢？你只要一有翻身的机会，就会用尽手段对付我，恨不得让我给你跪下。但凡你有一点后悔，但凡你改过自新了，你会落到这种地步吗？来人，废了他一身修为，丢到路边去，自生自灭。清河，清河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是朵儿灵儿的父亲，你不能这么狠心！清河，清河。师姐，我来看看你的伤口。师姐，我心好疼，这伤怎么不是伤在我身上的？娘，你疼不疼？娘，以后我长大了，一定保护好你，谁都不能欺负你。好啦，这伤口又不深，你也别跟着瞎担心。这点小伤还伤不了我什么。师姐，我说好了会护住你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。阿珏，今日被他们这一折腾，仙门大会的事
都被糟蹋了。但是，我还是想做，我要世间再无不公，众生平等。好，师姐，我陪着你。娘，朵儿也陪着你。娘，我也会快快长大，帮你一起实现。诸位，今日我在此宣布一件事：从今日起，修真界将废除旧规，颁布新令，众生平等，无论身处何处，凡人与修者一律平等。若再有人敢蔑视凡人，斩立决！斩立决？这会不会太狠了？凡人与仙者实在不同，怎能一视同仁？规矩，清虚门的规矩是我定的，我说可以就可以。凡人也好，仙者也罢，都是这天地间的生灵，凭什么凡人就要低人一等？凭什么凡人就不能修仙？从今日起，凡有意修仙者，皆可入我清虚门，与仙门弟子同修同学。若有欺压凡人者，废修为，逐出师门。我以前经常因为是凡人被人瞧不起。慕容姑娘，你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！慕容姑娘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，我愿生生世世为您做牛做马。不必跪我，要跪就跪着天地，要谢就谢你们自己。愿意站起来，不再认命。娘好厉害啊！以后我也要像娘一样。想吃？以前每次来济世谷，我都会买一盒。老板，来一盒。您拿好。给。甜。以后你的桂花糕我承包了。娘，我也要吃，我也要。哥，我饿。哥，你看，千豪，别丢下我！